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要看的是万代 DX 超合金 VF31G 齐格弗里德剧场版专属 FPU 折叠投影单元装备版，就是背部有搭载剧场版新增的大型音响投射背包。这里说的剧场版是超时空要塞 Delta 的绝对领域 Live， 开盒后是泡沫加吸数的包装，属于是比较早期一些的包装风格。对比出版只是增加了音响投射装备，其他保持一致。这里特别提醒一下，飞机的主体的泡沫吸数是用胶带封住的，并且在本体上搭载的就是音响投射装备，而原本带有的武器收纳箱是放在第二层吸数包装里的。模型中附带的驾驶员小人、武器配件包括手型，与之前那期 VF31G 超级背包版本里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我原本打算是买个出版来看看的，但是出版发黄严重，当时没想那么多，随便看看，有看到有个商家卖这个版本的，那个是开过盒的，说只拿走了音响投影装备，本体泡沫吸数没有拆过。只有了解这款的，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它是怎么做到隔空取物的？要么是自行调包了后重新封上的，要么就是拿出版的来当做这个版本来卖。不管是哪个行为，它这个东西都是不值得去买的，比出版全新的要贵，与音响投影装备版包装又对不上。之前有朋友评论说对这款有益，如果哪位要买这款的话，留个心眼，别被坑了。音响投射装备翻开后，内部的细节量很大，并且都有做涂装，涂装上也是非常的精致，并没有看到明显的瑕疵，但也并非完美。在活动关节，也就是白色关节处，用肉眼去观察的话，可以明显的看到已经出现轻微发黄的迹象。这款驾驶舱门还是不够通透，之前的超级装备版我还以为是中奖了，看来都是一样的，在机身前端这里缝隙会比较大，之前倒没有在意过。再说回音响投射装备，中间那里采用的是透明零件，通透度还可以，内部也有丰富的细节，并且做了涂装。这边不知道各位是否能看清，在中间就是透明件的边上，上下两个零件的合缝处会有明显的发黄痕迹，开合就有，并且背面也是这个样子的，看上去像沾了脏东西一样。我试了一下，擦不掉。如果要解决的话，可以拆开来打磨一下，或者是用刀刮一刮，但我并不推荐，这样可能会弄坏模型，时间久了还有可能会发黄。想要彻底的解决，就只能拆开来进行涂装，不过我还是建议直接选择忽视。这是音响投射装备在 G 形态下的搭载效果，个人感觉在 G 形态下还不错，因为装备上翻结构设计得很好，所以并不会在可动上产生干涉，也不会压到前方容易断的这个白色零件。现在则是 B 形态下的搭载效果，刚刚忘了说了，关于 B 和 G 形态的变形，这边就不演示了。之前的超级装备版本的那期视频里有详细的变形过程，包括可动的介绍，有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去那期视频里进行观看。在 B 形态下，这款音响投射装备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可动，但非要把手臂摆个360度的话，那倒是有影响的。装备固定的挺牢固的，目前装备上翻结构还是比较紧的，结构是金属零件，把玩的过多还是可能会松。我个人对这款音响投射装备搭载在 B 形态下的造型，再结合 B 形态的后方机翼，加上展开的音响投射装备，看起来像个外星蝴蝶寄生在机器人的后背上。大概这套装备的颜色过于鲜艳了些，与 VF31 本体简洁的设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看起来有点突兀。这边拿出之前超级装备版的 VF31 来做下对比，两架飞机不管是涂装还是机身上的细节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在标识一印上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VF31 超级装备版我是以 F 形态去入柜的，得益于这代飞机本身设计的优点，这套超级装备上方两个大型推进器就算长时间这样搭载也不会损坏到机翼处的结构，唯一要担心的可能就是时间久了
会有熔漆的现象，毕竟都上了消光涂层，消光也算是一层漆。对比了下两架飞机的机身前侧，旧的这款确实会比新的缝隙要大一些，然而在中段的缝隙都是要用力往前推一下就可以解决，但本身的固定是不紧的，看来问题以前就有，只是一直没有解决。地台采用的是纯黑地台，与 VF25 的地台是一样的，连接支架会有些不同，采用的是透明零件，是用螺丝将两个零件固定住的。这里的螺丝就算拧到最紧，与黑色的地台固定还是会很松。后起落架展开结构，阻尼感很好。我的超级装备版本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松，那个肯定是中奖导致的。VF31系列的支架固定是由卡扣卡住的，固定的很紧，与 VF25那种放上去的感觉有明显的不同。我试了试可不可以翻转固定，当它掉下来的那一刻，后背都出了冷汗。总结一下这款模型，整体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一些小细节上的处理不到位。比如说我这款前方雷达天线罩那里有明显的缝隙和高低落差，还有就是音响投射装备上面白色关节的材质与边缘合缝处有发黄的迹象，再有就是驾驶舱后方容易裂开的通病。在购买方面，我还是比较推荐超级装备版本，那个性价比高。我两盒都是全新的，超级装备版本就比音响投射装备版本要贵上200多，也有可能音响投射装备对一些玩家来说更有意义，更愿意去买。类似于 MB 强袭高达的闪电背包，可玩性虽然多一些，但是空装背包的意义更大。我还没有看到超时空要塞 Delta， 更不要说这个剧场版了。我现在看的是超时空要塞7，所以目前还并不太了解音响投射装备。这类模型尽量买新的，并不是指新款，就是没有拆分的那种，因为变形机体的变形过程中很容易损坏到漆面，光凭几张图片很难看到内部的问题。还有就是旧的可能有关节松动的问题。这边再强调一下， VF31的音响投射装备版主体泡沫系数盒中，主体的飞机自带的就是音响投射装备，泡沫盒全新的情况下是用胶带封住的，无法单独取出里面的音响投射装备，也没有把音响投射装备放在第二层系数配件里的。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模型。我是人偶师，我们下次再见。